黑暗中，我趁着醉酒亲了暗恋多年的竹马，没想到他竟回吻了我。我欣喜，开口表白：知涵哥哥，我喜欢你。他突然身子一僵，可下一秒，他掐住我的后颈，亲得更深。我浑身发软，沦陷在表白成功的甜蜜里。突然，门外传来顾之涵的声音：昭昭，你在楼上吗？我有礼物送给你。我猛地推开对方，声音发颤：你是谁？为什么在知涵哥哥的房间？男人语调散漫，亲了这么久，还没分清我和我哥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顿时一个机灵，他是顾延泽，顾之涵的弟弟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我立刻回身反锁了房门，然后压低声音对顾延泽说道：你想办法把知涵哥引开，别让他发现我在这儿。发现了又如何？顾延泽轻身过来，1.87米的身高带着极强的压迫感，在漆黑的屋内尤为突出。被你暗恋的人发现你和他的弟弟在他的房间，把嘴巴都亲肿了，一定很刺激。你从小到大，顾延泽都这么欠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可这次不一样，算我求你，行吗？刚才的事是意外，我喝多了，而且我以为你是……我攥着手，委屈的眼泪都要掉下来。分明是你占了我的便宜，怎么你还委屈上了？顾延泽轻笑一声，微凉的指腹却贴上来，抹掉了我眼角的湿润。不过帮你也不是不行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一怔，不敢随随便便答应。顾延泽从小就爱欺负我，万一他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我绝对会被他当成猴子耍。奇怪，门怎么锁了？谁在里面？昭昭，是你吗？这时候，顾之涵已经站在门外，拧着把手。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口。我答应你。我攥着顾延泽的衣角，紧张的背后全是汗。成交。顾延泽让我躲进了里面的衣柜，然后开了门。延泽，你怎么在我屋里？灯也不开。我有点困，在你房里睡了会儿。怎么不睡自己房间？我房里刚才打死了一只蟑螂，怪恶心的。到你房里来过渡一下。从小到大，顾之涵都很宠顾延泽。听他这么说，又无奈又好笑。小孩子气，等会儿让阿姨帮你重新换下床单被套。对了，你看到昭昭了吗？听到我的名字，我顿时一身汗，呼吸都仿佛停了。没看到。我锁了门，没人进来。顾之涵点了点头。为了把人引开，顾延泽拉着顾之涵一起下了楼。我趁他们离开，赶紧溜回了自己家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好朋友们都在我家为我庆祝生日。我喝醉了去找顾之涵，没想到闹出那样的乌龙。隔了会儿，顾之涵和顾延泽过来了。顾之涵送给我一条名贵的项链。客厅里坐着的其他朋友们发出唏嘘声。不愧是咱之涵哥，出手就是大方。这不是毕家的新款吗？不仅贵，而且很难买的。之涵哥好宠昭昭啊，羡慕啊。在场的都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们，可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。这次是昭昭的18岁生日，当然得隆重点。你们吃什么醋？你们哪个生日我没送礼物？顾之涵的大方，在朋友圈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于是嘻嘻笑笑了几句就过去了。顾延泽，你的礼物呢？你不会是空手来的吧？终于有人注意到一直坐在边上没说话的顾延泽。顾延泽笑嘻嘻看向我，有啊，刚才已经给了。看着顾延泽意味不明的眼神，我不由想起房内的一切，脸顿时红到了耳根。真的假的？昭昭，他送你什么礼物？边上的朋友好奇地问我。我攥着手，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顾延泽，他绝对是故意的，像是游刃有余的猎人在逗弄自己的猎物一般。顾延泽慢悠悠从口袋里掏出一副耳钉，递给我。开玩笑的，没送呢。昭昭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那副耳环吗？顾延泽竟然买到了，不错啊你，平常看你一副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，这一次对昭昭倒是很用心。你怎么知道昭昭喜欢这副耳钉？是从哪里打听到的？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我也有些惊讶。顾延泽却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散漫模样，他的心思很难猜吗？一群人玩到很晚才回家，夜里睡到床上后，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海里全是和顾延泽在房内那些暧昧到极致的脸红画面。我家和顾家是邻居，顾之涵和顾延泽从小便经常来我家串门。之涵哥那脸温柔，把我当亲妹妹宠，可顾延泽不一样，总是捉弄我，把我惹哭，逼得我追着他打。于是长大后，我对成熟稳重的顾之涵芳心暗许，而跟顾延泽则更像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。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明明很讨厌顾延泽的，但想起那个吻，我却口干舌燥，心跳乱得怎么也平复不过来。周一，顾之涵送我和顾延泽一起去学校。我和顾延泽都在本地的 A 大上学，我学经济，他学计算机，都是大一。学校有宿舍，但是因为离家近，我和顾延泽大部分时候都是回家住的。白天没课的时候会在宿舍休息。顾之涵比我们大4岁，已经毕业，目前在顾家自家的公司上班。我妈想一起送我，于是坐了副驾，顾延泽和我一起坐在后排。开车的时候，我妈拉着顾之涵闲聊，顾延泽却趁着没人注意，故意用他的膝盖来撞我的腿。我拿眼睛瞪他，真是幼稚。他朝我歪歪嘴，一副我拿他没办法的样子。
你怎么没带我送你的耳钉？后来他的视线落在我的脖子上，轻声问我，那天顾之涵送我的项链，我戴上了，正好配我今天穿的长裙。我不喜欢饰品太多，戴了项链就不想戴耳钉了，下次再戴。要是成套穿戴在身上，人家还以为我是什么暴发户呢。听到我的解释，顾言泽没说话，但是表情却臭臭的，一脸不爽的扭头看向了他内侧的窗户。到门口，我和顾言泽下了车，我妈和我交代了几句，就坐顾之涵的车离开了。在外面，我和顾言泽都是一副互相不熟的样子。不过他前脚刚走开，我后脚就被路过的几个舍友看到了，他们一把拉过我，八卦：昭昭，你和顾言泽什么关系？你俩怎么从一辆车上下来？我生怕被人误会，赶紧解释，没什么关系，我俩是邻居，他哥送我们一起来学校，顺路罢了。昭昭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顾言泽多少人追呢？你抓紧啊！我有些无语，抓紧什么？我又不喜欢他。几个舍友露出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昭昭，你是对帅哥免疫吗？他可是顾言泽哎，学校里喜欢他的女孩子有一大半，刚入学那天就喜提新任校草头衔，那又怎么样？除了长得帅，还有别的优点吗？我还是觉得之涵哥哥那样成熟温柔的更好。当然，他简直就是校园偶像剧男主本人，好不好？帅就不用说了，还阳光，笑起来迷人。虽然看上去痞痞的，但是大气篮球来，气场强大又专注，简直迷死人。是我和顾言泽太熟了吗？舍友们说的那些优点，我好像都习以为常。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欺负我时候的可恶嘴脸。我18岁生日的原计划就是要跟顾之涵告白，虽然被意外打乱，但我并没有打算就这么放弃。于是晚上，我给顾之涵发信息：之涵哥哥，为了答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晚上想请你吃饭，你有空吗？发过去之后，我忐忑地等着顾之涵的回复。作为家族事业的继承人，顾之涵平日里很忙，几乎大半的时间都泡在公司里，加班也是常有的事。好，我等会到学校来接你。收到回复，我高兴得要命。餐厅是我选的，人很少的西餐厅，适合情侣。之涵哥哥，其实生日那天我还有话想跟你说。吃了一半，我终于忍不住说出自己这顿饭的目的。什么？顾之涵抬起头来，棱角分明的俊脸在餐厅的灯光下尤为瞩目。我心头一动，正要开口，手机却传来震动。我低头一看，是顾言泽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顾之涵点点头。陆昭昭，你在哪里？接通后，电话那头传来顾言泽的清朗磁性的声音。我在外面吃饭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起来你那天答应我的条件，好像还没兑现。听到这话，我猛地一怔，刻意压低了声音，防止被顾之涵听见。什么条件？你说吧，当面聊。你来我家吧，我等你。你先说不行吗？我在吃饭呢。顾言泽沉默片刻。吃饭？跟谁？不会是和我哥吧？被顾言泽猜中，我没回答。他那边传来一阵了然的低笑声。你最好马上过来，不然我不介意跟我哥好好聊聊那天在他房间里发生的事。听到这话，我吓得手机都差点拿不稳。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就过来。快点！我近乎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。怎么啦？顾之涵见我表情古怪，问道。之涵哥，我临时有点事得先走。对不起啊。吃饭吃到一半，我有些委屈的解释，但是顾之涵却对我笑笑，便是理解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吃得差不多了，正好公司还有点事，我这会儿还来得及回去加班。和顾之涵告别后，我立刻打车回了顾家。推开房门，顾言泽坐在床边的沙发上，吊儿郎当玩着游戏。我关上门，问他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顾言泽扔下手机，走到我面前，我想亲你。他低头看着我，俊俏精致的脸蛋，帅得惊为天人。可听到他的话，我却本能地攥紧了拳头。你疯了吗？这就是你的条件？不是，是我想亲你的时候，你就得过来。顾言泽，捉弄人也要有个限度。你凭什么？我恼羞成怒地瞪着他，他却玩味地勾起了唇角，不答应。那你想好了？很显然，我要是不答应，他就会把那晚的事告诉顾之涵。他要是再添油加醋说点别的，那我的表白计划就全完了。我喜欢了之涵哥哥10年，不能就这么被顾言泽给搞砸。答应。我低着头，终于对顾言泽妥协。听到我的话，顾言泽坐回了床边。过来。他看着我，眼神直勾勾的。我没办法，走过去。他突然伸手拉我，我一个踉跄，直接跌坐在了他腿上。顾言泽搂住我的腰，扣得跟那天晚上一样紧。我一时慌了，眼睛都不知道该看哪里。别乱动。顾言泽的呼吸就落在我的颈间，喉结剧烈地滚了滚。顾言泽吻上来的时候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的唇舌滚烫，掠夺着我的呼吸。我不自觉往后躲，他掐住我的后颈，亲得更深。源源不断的热度自顾言泽的身上传递过来，我也跟着出了一身汗。结束的时候，我趴在顾言泽的肩头，大口喘着气，整个人酥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而始作俑者却若无其事捏着我的耳垂，语调慵懒。下次记得把耳钉戴上。
我被他弄得心烦意乱，生怕他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，于是满口答应。可他还不满意，伸手摸上我的后颈，捏着项链的扣子。这条项链太老气了，不适合你。话毕，他一个用力就把项链扯了下来。我要发火，注意到他的眼神，却硬生生压了回去。那样子仿佛在说，我就是不喜欢你戴这个。我从他手里把项链夺过，塞进了口袋。顾言泽这才满意了，偏过头轻咬了一下我的耳垂，乖。回家后，我躺在床上，久久无法平静下来。我想，顾言泽一定是在作弄我，让我做这种事，显然很享受我难堪的样子。又或者，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成年男性，有那方面的需求，所以想找人解决。他从小到大都很挑剔，追他的女生很多，可是从来没有哪一个表白成功。现在也一样，我和他一起长大，知根知底，他可以肆意拿捏欺负我，可我没想到，顾言泽简直没品到了极点，在学校里也会找我。某天，我被他拉进无人的更衣室，这里是学校。在顾言泽掐着我的腰，把我抵在门上时，我推着他的胸膛瞪着他。你答应过我的。顾言泽看着我，眼里没有一丝羞愧，只有满满的渴望。我还是妥协了。走出更衣室的时候，嘴巴都肿了。后来，没人的自习室，空闲的音乐房，图书馆后面的小树林，顾言泽就像是有瘾症一样。休息日在家就更过分，老师让我去他房间找他。虽然我们两家很亲近，从小就时常串门，顾家的大人看到我也见怪不怪。可锁上门后，在顾言泽房内发生的事，却是他们无法想象的。顾言泽，什么时候可以结束？被顾言泽抱在书桌前亲了半天后，我终于忍不住发问。这是他为我保守秘密的交换条件，我也答应了。可如果一直这么下去，我觉得我会疯掉。顾言泽下巴抵在我的胸前，抬头看着我。陆昭昭，我好像对你上瘾了。听到顾言泽的话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在那一刻沸腾了。我一时分辨不清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他那双灼灼注视着我的漆黑眼眸，好像随时都要把我吸进去。顾言泽，我刚想问他，门外却传来敲门声。言泽，我能进来吗？听到顾之涵的声音，我猛地推开顾言泽站了起来。顾言泽不动声色走过去，开了门。昭昭，你也在啊？看到我，顾之涵有些意外。顾言泽找我打游戏，我点点头，假装随意地说道。正好，我带了一些甜点回来，你们一起下来吃。我和顾言泽跟着顾之涵一起下了楼。最近阿姨说你总过来找言泽，看来你俩关系亲近了不少，不像小时候跟死对头似的，三天两头吵架。吃蛋糕的时候，顾之涵随口说道，我却捏着叉子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。亲近？顾之涵要是知道顾言泽是怎么跟我亲近的，他还会这么说吗？临近中秋，要吃团圆饭，我父母和顾家的叔叔阿姨都是好朋友，于是两家约了饭局，定在市区的一家中式餐厅，包厢很大，环境优雅。吃饭时闲聊，顾阿姨问起我在学校里有没有交男朋友，我红着脸说没有。他们打趣问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，我看看坐在斜对面的顾之涵，想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把理想型说一说也未尝不可。反正大家都把顾之涵当我的哥哥，根本不会往别处想。我喜欢成熟温柔的，最好比我大一些，事业心强，有责任感，会照顾人。听到我的话，顾阿姨笑了，昭昭是元气小女孩，跟这样子的男生最配了。我看的那些短剧都是这么演的，很有 CP 感。昭昭你努力，在学校里好好开发一下，一定有这样子的好男生。我点点头，忍不住观察顾之涵的反应，可他也只是轻笑，说昭昭才大一，你们就催着她找男朋友，还是学业为重的好。我妈跟着附和，是啊，现在的女孩子都是以事业为重，事业打拼好了，什么男人找不到。顾阿姨点头，对，一群熟人聊得欢，话题很快就过去了。中途我出去上厕所，回去的时候却被顾言泽拉进了一旁的隔间。顾言泽，这里不行。我急忙捂住了顾言泽的嘴巴，他把我搂得死紧，根本一点都挣脱不了。大家都在，你能不能注意下场合？我一颗心都要跳出来。可下一秒我松开手，以为他会放开我的时候，他却凑上来，吻得比任何一次都要激烈。结束后，我甩了他一巴掌，红印子在他白皙的脸颊格外显眼。顾言泽，你这么玩我有意思吗？我也是有自尊的，麻烦你适可而止。我气呼呼地走了出去，没回包厢，直接打车离开了。后来顾言泽追过来，不停地敲我家的门。陆昭昭，对不起。我开了门，注意到我哭肿了的双眼。顾言泽眼底划过一丝心疼和懊恼。我刚才只是很生气。生气什么？我擦了眼泪，抬头看他。顾言泽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神情有些黯淡。我现在不想见到你，你走吧。说完，我重新关上了门。那天的突然离开，顾言泽给我找了借口，说我突然肚子疼，于是先送我回家了。长辈们没多想，我和顾言泽也就蒙混了过去。隔天，顾之涵来看我，我本来就爱睡懒觉，所以还没起床。顾之涵敲门，我应了一声，他就进来了。
看到我还躺在床上，顾之涵有些担心。昭昭，你还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看看？顾之涵走到床边，我没事，不想去医院。我从小就不爱去医院，怕打针怕吃药，现在长大了也是一样。顾之涵知道我的脾性，于是没有勉强。隔了会儿，他去楼下拿了阿姨熬的粥，端上来主动喂我吃。这几天就吃点清淡的，你平日里爱吃那些麻辣火锅、冰咖啡、冰奶茶，一个都不许吃。我点点头，心头格外感动温暖。想到这几天和顾延泽发生的种种，我心头顿觉委屈，于是小心翼翼地向顾之涵试探道：之涵哥哥，如果一个女孩子有喜欢的人了，可还跟别人发生了亲密行为，你会怎么想想？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个很坏的女生吗？我攥紧了身下的床单，盯着顾之涵，全身都绷紧了。你会不会鄙视她，厌恶她？顾之涵下意识放下手中的碗，微微思考。你说的这个情况有些复杂，如果这个女孩有难言之隐，或许可以原谅。不过不是当事人，我也不好随便评价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。但我觉得女孩子还是应该要珍惜爱护自己，如果不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人，不应该那么随便。听到顾之涵的话，我心口堵得更闷。怎么啦？是你身边的同学、朋友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吗？没有，不是的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我赶忙摇头，生怕顾之涵发现什么。纠结了几天之后，我决定去找顾之涵摊牌，哪怕被顾之涵知道，那晚我亲错了人，我也不想再做一个任人摆布的缩头乌龟了。我去了顾家，要上楼的时候，和顾延泽在楼梯口撞了个正着。那天之后，顾延泽没来找过我，我过了几天安宁的日子。可看到他还在气头上的我，真没什么好脸色给他。你找我哥吗？他现在不方便，你别上去了。顾延泽挡在我面前，把我上楼的路堵了个严严实实。我肚子饿了，走，跟我一起出去吃午饭吧。不去。我愤愤地瞪了顾延泽一眼。我要找的人是顾之涵，不是你。方不方便也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让开。我受够了顾延泽那副傲慢的模样，好像不论他说什么我都得听他的一样。陆昭昭，我说了，他现在不方便。顾延泽还是挡着我，颀长高大的身形挺拔如山，他的眉头微皱，神情严肃。顾延泽，你给我让开。我受够了，我已经受够了。我会跟之涵哥哥坦白那天的事，你对我的威胁，对我所做的那些事，我也会原原本本告诉他。你别想再逼我做任何我不想做的事。话毕，我一把推开了顾延泽。顾延泽一怔，眼底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。我不顾顾延泽欲言又止的眼神，甩开他就往楼上走。我看到顾之涵的书房门半开着，于是推门进去，结果看到的是他的背影，而他怀里还有一个女人。我的脚步顿时愣在了原地，身体像是被定格，一点动弹的力气都没有。顾之涵没有发现我，那双骨节修长的白皙大手，一手按着女人的脖颈，一手扣在她的后腰，看起来是那样缠绵悱恻，就像是要把人融进自己的身体里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哪里离开的，可顾之涵亲得那么投入，根本就没发现我出现过。回到家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里，盖上被子大哭了起来。原来顾之涵有喜欢的人了，失落、难过，告白的话、解释的话都没有了必要。顾之涵不喜欢我，他从头到尾只把我当做一个邻家的妹妹，那些关心和疼爱只是他的习惯，是我一厢情愿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原来有些事还没努力就注定失败了。夜里，我偷偷约了几个闺蜜去了市区的酒吧，酒吧里灯红酒绿，五光十色，是我从未涉猎过的地方。做了18年的乖乖女，没想到第一次叛逆是因为一段还未开始就失败的初恋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，可是除了酒精，没什么能麻痹我内心的痛苦。后来隐约听到闺蜜劝我回去，再后来我被拉进一个温暖的怀抱，熟悉的味道袭来，我没有防备，没有拒绝，往那人怀里缩了缩。之涵哥哥，是你吗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。听见我的话，那人似是怔了一怔，可下一秒还是把我拦腰抱起，径直带出了酒吧。迷迷糊糊中，我感到自己被人放到了床上，摸到熟悉的床单布料，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床。别走，之涵哥哥，我不想一个人。我努力睁开眼，却只看到一个模糊的修长身影，漆黑的短发，立体的轮廓，那么好看，就跟我从小一直憧憬着的之涵哥哥一样。不管是在现实里还是梦境之中，他都是那么好的啊。看他要离开，我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腕，死死的，不要走，求你。温热的泪水从我的眼角滚落，我闭着眼，将他的手死死抱在怀里。他好脾气地蹲下身来，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我不走。后来我枕着他的手臂睡了一晚上，早上醒来，房里却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可看到床边放着的椅子，我意识到昨晚的那些不是我做梦，是真的。洗漱完，我换了身衣服，出了门，只是刚走出去，就和顾延泽迎面碰了个正着。陆昭昭，你好点了吗？我不想理他，失恋的难过，加上之前对他的怨气，
种种因素加在一起，可他的样子看起来却有些奇怪，左手僵硬地甩了甩，一副十分不自然的样子。去哪？我绕过他要走，他却再度把我叫住。不会是去找我哥吧？我被猜中，瞪他不说话。没错，我是想去找顾之涵，我就是想再为自己最后争取一次，哪怕知道他或许已经心有所属，我也想知道自己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定位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对他，昨天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还去？顾言泽的话就像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，我窝火的厉害，不管，直往他家冲。他不在家，昨晚他和心雨姐一起飞去 B 市订婚纱了，估计后天才会回来。我顿时怔住，婚纱？所以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吗？而我还蒙蔽在自己的粉色象牙塔里面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陆昭昭，你简直就是个白痴。可缓过神来，我马上意识到一个事实，所以昨晚的人不是顾之涵。陆昭昭，你真的那么喜欢我哥吗？顾言泽走近，我闻到那股熟悉的味道，看到他还有些不自然的手臂，终于恍悟了什么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甩手进了屋。没多久，顾家宣布了顾之涵和江心瑜的婚事，我彻底死心了，躲起来哭了好几天，却一点也不敢跟身边的人透露。订婚宴当天，顾之涵穿着西装，挽着漂亮的未婚妻，迎接着所有人的祝福，而我坐在角落里，连上去敬酒的勇气都没有。我以为暗恋顾之涵的事会被我带进棺材里，可没想到宾客们开始吃席后，最中间的投影屏幕上却开始播放我的私人日记。那是我暗恋顾之涵以后写在一个小网站上的私密日记，我用的是网上的昵称，别人不知道我是谁，只是有些话语因为少女怀春，尺度实在是有些大。本来嘛，我自己一个人歪歪也没什么，可现在放在这么多人面前，还是顾之涵的婚礼当天，简直是要我死啊！这是什么啊？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？这不是胡闹吗？是陆家那个小姑娘写的。哟，乱七八糟的，看得我一把年纪的都脸红，像话吗？让人家新娘子难堪不是？宾客们议论纷纷，我慌乱地冲到台后去找插头，却不想看到了顾之涵的表妹，她站在插头边上，一脸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陆昭昭，你暗恋了之涵哥那么久，怎么都不告诉他？现在我帮你告诉他了，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顾之涵的表妹从小和我不对付，因为顾之涵对我更好，所以她嫉妒我，处处与我作对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她竟然能在这种场合摆我这么一道。昭昭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时候，顾之涵也拧着眉走了过来。完了，那一瞬间，我只觉得手脚发麻，几乎要晕厥。而这个时候，顾言泽走了过来。哥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那是陆昭昭写给我的表白日记。听到顾言泽的话，我愣住了。他给了我一个眼神，走到我边上，揽住了我的肩膀。昭昭，你在我哥的婚礼上把这些东西放出来，是想借机跟我表白吗？青梅竹马，邻居，经常串门，照顾我，这些日记里的关键信息放在顾言泽的身上，确实也完全适用。好就好在我从头到尾没有写出顾之涵的名字。对，顾言泽，我日记里写的那个人就是你。我一把抓住顾言泽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你接不接受我的表白？当然。顾言泽低下头来，在我的额头落下一个吻。陆昭昭，我也喜欢你。其他人了然，祝福的鼓起了掌。顾之涵却沉默地看着我和顾言泽。那咱们顾家今天是双喜临门了，哥哥娶老婆，弟弟也有了女朋友，真好啊！再过几年是不是就可以喝到言泽你的喜酒了？哎呀，昭昭和言泽这两小孩真般配啊！我早就觉得他们很配了，没想到两个人还真的情投意合。所有人都很高兴，唯独顾之涵的表妹狠狠地瞪着我，简直气炸了。谢谢你啊，表妹，没有你我还不知道我和昭昭双向奔赴呢。顾言泽故意揶揄表妹，表妹气得没话说，直接甩手走人。不过今天到底还是我哥订婚的大日子，我和昭昭不能抢了新人的风头，大家就别关注我们了，继续好吃好喝吧。说完，顾言泽就拉着我离开了现场。顾言泽，谢了。走出宴会厅后，无人的角落，我仰头看向顾言泽，那一瞬间，我发现他似乎也没那么讨厌了，尤其是他拉着我走的时候，将我牢牢包裹的宽大手掌真的很温暖。顾之涵订婚后，为了让我们这些小辈们一起跟着开心，于是包了机票，让几个弟弟妹妹一起出去玩。海边的豪华大别墅，上下3层，占地近1000平。晚上吃完饭，我一个人坐在泳池边吹风，顾之涵却从身后走了过来。怎么一个人在这？他在我边上坐下，轻声问道。这里挺舒服的，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顾之涵微微点了点头，隔了会儿却有些迟疑地开口道：昭昭，你日记里写的人是我，对吗？听到他的话，我顿时愣住了。高3暑假夜里陪你爬屋顶看星星的人，我记得是我，不是言泽。没错，日记里的细节，其他人或许看不出端倪，可是顾之涵一看便知。当时他只是为了顾全局面，才什么也没说。可原来他心里一清二楚。对，是你，但没关系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之涵哥哥，
我祝福你和心雨姐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没必要否认。但顾之涵都已经订婚了，我的初恋也该告一段落了。他很好，但他有他的归宿。不知为何，当我和顾之涵当面把话说清楚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好像已经释怀了，那种沉闷压抑的心情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轻松。可顾之涵看向我，昭昭，你和严泽真的是男女朋友吗？是严泽欺负了你吗？他靠近我，漆黑的眼眸带着几分迷茫，我能闻到他身上酒气，应该喝了不少。下一秒，我猛地退后，拉开距离，而顾之涵在我惊诧的目光里逐渐清醒过来。对不起，昭昭，我立刻站起身来，没事，外面有点冷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我逃也似的离开了，心脏扑通扑通的跳，却不是那种令人悸动的小鹿乱撞，而是完全的慌乱和忐忑。经过别墅大厅回房的时候，我迎面和顾言泽撞了个正着。看到我神色慌张，顾言泽眉头微皱，问我：陆昭昭，你刚才在外面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故作镇定地绕过他上了楼。隔天晚上一起吃饭，顾之涵坐在我附近，在我想要擦嘴的时候，自然地给我递上了纸巾。从小到大，顾之涵都是这么照顾我的，所以在其他人看来，这点小事根本没什么。可我的心里却觉得怪怪的，不自觉地拉开距离，看了一眼顾言泽，注意到的不对劲。顾之涵在其他人都吃完离席之后，叫住了我：昭昭，昨天是我冒昧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可是昭昭，我不希望你刻意回避我，我们还是和从前一样，什么都没变，好不好？顾之涵认真地看着我，表情温柔又严肃。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而正好朋友过来把顾之涵给叫走了。外面在放盛大的烟花表演，但我没发现无人在意的角落，顾言泽一直盯着我和顾之涵的一举一动。晚上，顾言泽敲开了我的房门：你找我？我侧身让他进来，却闻到他身上浓重的酒味。他白皙的脸颊泛着绯红，连脖子也通红一片。顾言泽没回答，将我按在了身侧的墙壁上。我哥都快结婚了，你还放不下他吗？听到顾言泽的话，我有些愠怒的否认：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没有。可他并不听我的解释，他凑过来，身体近乎和我紧贴，这么近的距离，我们的呼吸几乎交错在一起。陆昭昭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？顾言泽发红的眼底泛起一股雾气，带着朦胧的破碎和心疼。昭昭，你是最好的，值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切，为什么要委屈自己？除了顾之涵，这世上有的是人爱你，你看不到吗？我不明白顾言泽为什么突然情绪这么激动，可还没来及说话，顾言泽就凑上来，狠狠吻住了我。那是个浓烈的吻，和之前的很多次一样，可不知为何，我的感受却和从前不同了。我好像一直忽略了，我根本就不排斥顾言泽的亲吻，那种酥酥麻麻、浑身发软的感觉，只有顾言泽吻我的时候才会有。顾言泽把我抱得太紧了，我被压得呼吸不过来。我本能的挣扎，拍他，可他却投入的过分，根本感觉不到。而这时，突然有人冲进来，将顾言泽一把拉开，一拳打倒在地。顾言泽，你干什么？他不想要，你为什么强迫他？顾之涵将我挡在身后，冷着一张脸质问顾言泽。而看到顾之涵，顾言泽眼底的愤怒再度涌起来。那你又算什么？你一个有妇之夫，大晚上单独找弟弟的女朋友，安得是什么心？听到这话，顾之涵愣住了，我也愣住了。顾言泽抹了抹唇角的鲜血，径直走了出去。我不知道顾之涵沉默的那5分钟里面在想什么。昭昭，刚才有没有被吓到？顾言泽他。顾之涵转过身来，安慰我的同时，想要伸手摸我的头，我躲开了。这是人生第一次，我主动避开了顾之涵的靠近和触摸。顾之涵，我累了，你走吧。顾之涵的手僵在原地，他的眼神暗了暗，无声地走了出去。回国后，我几天都没看到顾言泽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心里突然空了一块，汩汩漏风。学校篮球赛，舍友拉着我一起去看。球场上，顾言泽帅得很权威，长相、身材、球技3个技能叠加起来就是满分王者的存在。一个扣篮，顾言泽跳起身来，100被风吹起，露出结实的8块腹肌，裤腰处的人鱼线更是若隐若现。现场的女生们被撩得连连尖叫，而我也看得脸红心跳。不知为何，脑海里浮现出之前顾言泽和我的那些亲密举动，第一次接吻，交错的呼吸，微颤的睫毛，还有后面的好多次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，心脏砰砰跳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。还有那天晚上，我枕着他的手臂，一整个晚上，他都没有动。顾言泽从来都没有什么好脾气，也没耐心，可那一整个晚上，他都没有把手抽走，一直拍着我的背安慰我，温柔到极致。以及最后那次，他满眼猩红的质问，那些浓烈的感情，我都能感觉得到。比赛结束后，我鼓起勇气拿着水和毛巾上前，可走到一半，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冲到前面，一边把水瓶递给他，一边用手里的毛巾给他擦汗。我的脚步顿时收住，顾言泽似乎没有注意到我，还在和女生说什么。我心里酸酸的，转身一言不发地走掉了。
晚上，我给顾延泽发信息，顾延泽，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？可是回应我的是沉默，不知道是没看见，还是看见了不想回复。打听到这周末顾延泽要和朋友去山上露营，我赌气偷偷跟了上去。我气喘吁吁爬了一路，结果休息了一下就跟丢了。我快气哭了，狠狠薅了一把野草。都怪顾延泽不回我消息，但那么干坐着也没有办法。我也不认识上山的路，于是我便一个人摸索着往山下走。结果一个不注意，我被脚下的石块绊了一下，整个人往前栽下去，撞在一棵树根上，整个脚踝痛得动都动不了。那一刻，我终于忍不住委屈地哭了出来。不知何时，边上传来脚步声，直到穿着一身黑的顾延泽走到了我面前。顾延泽，看到顾延泽，我眼睛里再度泛起泪花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呜呜。顾延泽蹲下身来，托起我的脚。你为什么老这么蠢？永远都没办法照顾好自己。陆昭昭，你就是故意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，来给我添堵的是不是？顾延泽还是和从前一样，说着数落我的话，可是我却忍不住扑过去死死抱住了他。下一秒，我亲上他的唇瓣，将他那些看似恶毒的话语全都堵在了喉咙口。这还是我第一次主动亲顾延泽。他愣住了，完全忘记了反应了。亲了半天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被气得笑了出来。顾延泽，你傻了吗？连接吻都不会了，嘴巴怎么不动？舌头伸出来啊！顾延泽看向我，又诧异又惊喜。陆昭昭，你干嘛吻我？我勾住他的脖子，盯着他星辰般的眼眸。你觉得呢？你是傻子吗？我吻你，跟你吻我的理由一样。他捏住我的后颈。那你还喜不喜欢我哥了？你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，我就要亲你了。那你来吧。我答应和顾延泽交往了，但是有条件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那晚不回我消息，他连亲了我好几口。对不起宝宝，之后再也不会了。我就知道他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看我主动找他。之前顾延泽作弄了我那么久，我当然要把这笔账给要回来。只有我说你可以亲我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亲我，否则我就不答应跟你交往。顾延泽一脸的不情愿，但迫于我的淫威，还是答应了。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报复计划。我爸妈出去旅游的时候，我把顾延泽叫来家里看电影，是爱情片，男女主的亲密戏很多。看到一半，顾延泽就忍不住了，开始对我毛手毛脚。我不许他乱动，他只能可怜巴巴的听话。看得出来他忍得很辛苦，但谁让他之前那么欺负我，现在主动权在我，我可没那么容易算了。好热啊，我去换身薄的衣服。我故意说热，去换了一条吊带裙，真丝的材质，长度只到大腿根。我换好衣服，若无其事坐到顾延泽身边，还故意搂着他的胳膊。他看的眼睛都直了，身体更是热得像个火炉。顾延泽，你也很热吗？我凑过去摸他的额头，大腿蹭到他的腿，有意无意的撩拨。顾延泽不语，只是汗流得更多了。一个没忍住，顾延泽翻身将我按在了身下。昭昭，我忍不住了。房门是关着的，这个私密的空间只有我和顾延泽两个人。可我故意说，顾延泽，我爸妈很快就要回来了，不可以。顾延泽涨红了一张脸，就像是一只被主人勒令不准吃东西，可是却已经饿了3天的小狗。他粗重的喘息落在我的脖颈，双手几乎要把我的腰给勒断。看他是在难耐，我终于不再逗他。顾延泽，其实我骗你的，我爸妈出去旅游1个星期，要下周才回来。听到我的话，顾延泽的眼睛瞬间猩红了，他猛地埋入我的胸口，声音低哑，陆昭昭，你就玩死我吧。后来进行到一半，顾延泽满头大汗停了动作。等等，昭昭，我得去买个东西。我一把拉住他，床头柜的抽屉，你打开看看。顾延泽一开，眼睛亮了，他咬开袋子里的东西，眼神悠悠看着我。陆昭昭，你完了。